2024年的印度独立日到来之际，印度国内却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游行活动。只见无数的印度妇女高举着夺回黑夜的标语，行走于大街小巷，她们的眼中更充满了愤怒的神色。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却显得格外吃得开。尤其在美国的战略里，始终将印度作为自己的朋友，更是制衡中国的利器。但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判。正是因为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误判，使得整个美西方都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美国对印度做出的战略误判，从客观上加剧了自身衰落的速度。提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一定都会联想到糟糕的种姓制度。印度国内经常发生因为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恶性案件，更是有人因此死于非命。可见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毒害究竟有多大。相比于男性，印度妇女的地位在种姓制度的文化之下显得更为低贱。直到今天，印度妇女的权益依然很难得到保障。2024年，印度独立日到来之前，印度多个城市的妇女就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情绪。长期以来，印度妇女的权益都被忽视，甚至群体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发生在2012年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可谓是震惊世界，几名嫌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奸杀了一名女大学生。但这几名嫌犯在被警方逮捕之后，却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正因为这种龌龊的思想在印度社会内部很有市场，如今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里，妇女都是不会在夜间单独上街的。这种糟糕的情况屡次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印度政府却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印度的精英阶层接受着西化的教育，并与欧美的精英人士来往密切，仿佛他们与底层的印度百姓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也正是因为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表现，印度政府似乎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认可。于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话术体系中，印度这个以暴力和犯罪而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美西方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现如今，随着印度的负面新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之中，美国也正在为他们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付出代价。美国的对应战略还要从冷战时期说起，但与很多人想象当中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整个美苏冷战的历史时期内，美国一直都将印度当成南亚地区的敌对因素之一。因为在印度国父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苏联和印度外交关系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挖不动墙角。甚至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拉拢印度，还亲自批准文件，让苏联给予尼赫鲁政府大量的援助。印度也在其国家宪法的条文当中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些情况都让美国感到相当难看。所以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扶持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空军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于冷战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但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印度政府非常灵活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站位。而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能够在冷战结束之后顺利将印度拉拢到自己所领导的阵营当中，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将会是极其积极的。而且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人口超过了10亿的大国，大量的青壮年人口随时都可以变成工厂当中的劳动力，这让印度政府瞬间具备了可以被美西方阵营拉拢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出于美国自身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很快就开始重视起了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印度在美西方媒体的口中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大批的美国企业更是将自家的生产线和工厂成批转移到印度，以便先一步获取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后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和威胁，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当然就对美国产生了更大的价值。这个时候，拉拢印度对美国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后，从美国总统到普通的美国政客都对印度表现出了一种和善的态度。这样做就是想让印度在美国的生态战略中替美国充当围困中国的棋子。2020年2月，特朗普不顾庞杂的国内事务，对印度展开了所谓的友好访问。2021年，拜登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列。美国为了拉拢印度展现出的急切心态也因此暴露无遗。但不管美国如何宣扬印度的好，都无法掩盖印度本身的混乱。恰巧由于美国对印度的关注，很多西方媒体也将目光投射到了印度社会的负面新闻上。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
西方媒体一边鼓吹印度是所谓的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印度又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极其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社会问题让人根本看不到获得解决的希望。直到这一刻，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先前对印度释放的善意信号，仿佛是给他们自己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如果美国非要强调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所谓友好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印度如此糟糕，美国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度的正面形象呢？美国政客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也如同西方媒体的宣传话术一样，无比虚伪呢？时间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也让一些美国的政治人物产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思维。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开始变得愈发无耻和疯狂。这样的做派本身就让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不断下滑。当人们联想到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之后，也不得不更加怀疑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如果说美国真的在乎妇女权益，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呢？如果美国真的注重公平，美国又为什么不去关心印度底层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呢？除了印度的糟糕表现之外，当今的美国更是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美国描述成重大威胁的中国，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了14亿，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明显高于印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明晃晃的现实面前，美国对印度的宣传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于美国想要极力拉拢的印度来说，自冷战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国际政治局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即便是在当年与苏联密切相处的情况下，印度依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当初印度可以跟苏联保持貌合神离的外交关系，今天印度就可以将这一套外交手法干脆利落地复制在美国的身上，这使得美国在印度的众多投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就连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态度也时常会出现变化。尽管印度曾经多次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华进行强硬表态，但印度外长苏杰生也曾表示愿意就边境问题与中方展开沟通。如果印度真的与中国彻底解决了边境问题，美国想要再利用印度遏制中国，或许就会更加困难。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印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可当前北西方对印度的宣传显然有着很多言过其实的部分。当初西方媒体对印度做出的每一次夸奖，在今天看来都如同是为美帝国主义敲响的一声声丧钟。美国的全球战略走到如今的这步田地，美国的某些政治人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狂妄自大的心态让美国政府无法正视每一个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在过去为了打压中国，不断抬高印度的做法，更是将自己逼入了绝境。一旦全世界都对美国失去了信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世界秩序也将受到重大挑战。美利坚的最后一丝颜面也将随着帝国大厦的崩塌荡然无存。今天的美国终于明白，当年他们蓄意误炸了中国大使馆，我们为什么没有反击？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压根就不是误炸，而是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什么样的误炸会把5枚导弹同时精准落在一个位置上？那个位置还是一座标识着中国国旗的使馆。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为何要忍气吞声呢？2024年，在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白宫里，已经很久没有散发出愉悦的气氛了。曾经那股子在全世界面前呼风唤雨的劲头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脸上的凝重。自苏联解体以来，他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如此严峻的情况，连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等人都愁眉苦脸，对当下美国的局势感到忧愁，尤其在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时更是坐立不安。对此，许多评论家表示这一切都是美国咎由自取。还有人不禁想到25年前美国带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恶行，随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美国政府内部也逐渐明白了，为何当年我国面对如此屈辱的情况不予反击，要搁在他们身上早就干起来了。时至今日，他们终于认识到了我国的战略部署有多高明。将时间拉回到25年前，炸弹落下的那个午夜，1999年5月7日，一架美国 B-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在起飞之前，机组人员再三确定了武器装备，生怕漏了一颗炸弹。因为 B-2轰炸机所携带的是专业的精确制导炸弹，可以达到13米的攻击精度。起飞后的轰炸机迅速飞往南斯拉夫地区，根据 CIA 提供的坐标，他们抵达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上空。紧接着，5颗炸弹精准击中了我们的大使馆，
3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数十人伤重，大使馆面目全非。此事一发，立刻引爆了全世界的舆论。虽然彼时的中国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也不是随意拿捏的。但美国的这一行动就是明明白白的在羞辱我们，我就欺负你了，能拿我怎么样？而我们在得知消息后，全国上下悲愤交加，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虽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后将办起表示哀悼，但在明面上，美国却依旧坚持误炸的说法。5月10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表示，轰炸机拿到了一份过期的地图，因此导致事故的发生。说实在的，这样的理由连3岁小孩子都骗不了。而美国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后来也承认，那份地图不应该被用作空中轰炸。6月，美国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华，并对此事做了解释，但给出的说辞却还是老一套，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失误。后来还表示，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大使馆涉足科索沃战争，但这并不能抹平中国人民心中的伤痛。那么，我国是如何应对此事的呢？3枚导弹炸在一块能是误炸吗？它不是炸得很准吗？很准吗？为什么一下就把3个炸弹都炸到中国大使馆来了？轰炸事件发生后，我国立刻对美国这一野蛮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表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在联合国中，我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公开指责美国的暴行，言称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践踏，要求美国政府做出解释和赔偿。中美2国立即就如何解决展开了交锋。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无不悲愤交加，一时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汹涌的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美国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姆斯甚至被堵在了屋里不敢出来。对此，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0天后才想起来向中国道歉。随后在调查下，他们开除了1名 CIA 员工。1999年年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就轰炸事件达成了赔偿协议，向3名遇难记者和受伤人员进行450万美元的赔款。但注意，这些赔款是以自愿人道主义付款的名义划拨了，也就是说，美国仍然不是真心承认他们的罪行。12月16日，美国同意对中国大使馆的损失赔偿2800万美元，但我国也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损坏进行了赔偿。至此，轰炸事件告一段落。时至今日，我们也没等到美国的认罪，那所谓的人道主义付款是多么的扎眼。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当时就应该跟美国干，打不赢也要打，让美国佬知道我们的厉害。但这么做真的合适吗？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炸的屈辱。2011年，北约空袭巴基斯坦，炸死了24名巴基斯坦士兵。而就在这一年，我国的一位将军在和美国官员见面的时候就直接问道：“你们是不是又拿错地图了？”那么我国为何不和美国硬刚到底呢？这一问题提出之后，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年我国的实力远不如今。要知道，当时我们还没有加入 WTO，1999年中国 GDP 的世界占比也只有区 3点多。在军事方面，我国如今引以为傲的055万吨大驱还在图纸上，瓦良格号甚至还没有拖到中国，歼20距离首飞还有整整11年。可以说当时我们只有近海的防御能力，美国航母但凡开到南海，那就是莫大的威胁。因此，如果我国真想以血还血，以牙还牙，那么首先就要考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过去？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凭借我们当时的海军实力，如何跟对方的航空母舰抗衡？如果我们也炸美国的驻外大使馆，那我们和凶手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们绝对不可能说算就算了。曾经的隐忍是为了今天的腾飞，幸运的是如今我们已然强大，而事后我国的反击才让美国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难受。在中国，古人留下了很多智慧传于后人，什么卧薪尝胆、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等，这些可以作用于人，那当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美国至今欠着中国一笔血债。25年前，美国的5枚导弹精准地落在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3名记者身亡，事后狡辩是误炸。对此我们没有选择武力反击，如今美国才懂中国的智慧。1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话只适用于谈情说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过一个长时间跨度来完成一件事情是非常常见的，而我国采用的手段就是忍辱负重，以待后日。自那年起，我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加入 WTO 后的我国，凭借世界工厂的能力，迅速在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而赚回来的钱再投入到军工、高科技、汽车等领域，形成良性循环，使得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经历过这段时间的朋友是有多感悟的？自千禧年以来，中国遇到过多次危机，但我们的应对却一次比一次强硬。后来美国的航母来到咱们的家门口，咱们都不需要如临大敌的全面戒备，只用一场军事演习就能让美国乖乖退走。
然而这些还不能让美国伤筋动骨，最重要的是，我们一步步地撬动了美国的霸权根基，或者说是美国统治世界的霸权秩序。首先在中东地区，一个接一个的中东国家和我们合作，伊朗、沙特、阿联酋等国和我们的贸易额越来越高，我国也帮助中东各国建立了不少设施，让他们逐步从石油的依赖中走出来，其中沙特就是最经典的例子。而在2023年，我国更是促成了沙特和伊朗这对死敌和解，这对美国来说可是强力一击。作为中东地区的扛把子，这两国一旦和好，那么中东就有和平的可能性，届时美国就会面对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中东可是美国全球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石油霸权就是在中东混乱的前提下实现的。而在亚洲地盘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让路上的国家都搭上了这班快车，大家都能赚钱，但同时我们却不要求一点的特权，这一招又让我们团结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时欧洲各国也被我国团结了一些，更别提我们还有塞尔维亚这个好兄弟。因此从全局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不断地掀翻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统治基础，向大家展示了和平发展该是什么样子的。而这正是对美国的真正致命打击。对于美国来说，它正是通过不断收割全世界来聚拢财富，同时辅以军事威慑。而如今我们的轰炸机已经飞到了美国脸上，曾经的霸权格局也被撬动。霸道惯了的美国想必非常后悔当初的决定，5颗炸弹换来了如今的风雨飘摇，这甚至都不能用得不偿失来形容了。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反击要比任何攻击都犀利，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效果却足够显然。